来吧，魔方的大力神最终的组合完成形态。首先，这回魔方大力神是有第7个，这6个半人吧，他把这些配件都组合起来，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大型的钻探机。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拆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先从这一块打开，胸甲的部分，这个小飞机左右的拉开，我们把这里扭一下。这2个卡扣我们要先腾出来空间，因为最后是要锁定的。然后脖子拉出来，旋转个180度，摆到这个角度。接着继续拆，把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先拆下来，然后这里的2个滑槽抠开。这个板件为什么可以卸下来？它最后是要替换漫画的造型零件的，所以做了这种可拆卸式的腿甲。接着我们把这2个膝盖折一下角度，放好，还是挺紧的。然后裤衩前后拆开，调换一个方向。为啥调换方向？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裤衩上面有2个凹槽，可以掐胸甲的。它在背面正面这里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美观度吧。这里根部是齿轮关节，而且是一个前托式的转轴，所以它的腿部可以拉下来这么大一个块。这里是齿轮。接着胳膊左右拉开，大力神的组合大枪。而且这里有一个隐藏设置，之前如果说威震天还有震荡波，它里边都会带那个鱼漂灯嘛，这个地方是可以插鱼漂灯的，插进去以后把这一弄，这个枪也就可以亮。不过我这一套里边没带鱼漂灯啊。然后这2个钻头是可以选择性的，因为在漫画里边有一些定格的里边会出现大力神变成2个钻头手这样的男人的浪漫突破天际的这种，所以呢选择性的安插2个螺栓。当然我们可以直接也把胳膊变成大拳头，它左右手是不可以互换的因为组合的接口也不一样，注意一下大拇指的位置就好。把吊钩先变成合体的形态第一步从中间撅开，撅开以后注意一下这个地方，撅过来直接往里翻转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刚刚好把这个油箱的位置卡进去，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点。紧接着它这个解放的有点多它合体最后的稳定度是挺好的，但是需要解的东西太多了。首先把这半拉车头给你抠开，然后我们要顺势把这个地方抠起来，把这只脚板整个的掏出来，然后我们再顺势把这一块放下去，为的是啥呢？露出这个凹槽来，这个是往内滑卡扣的。另外半拉，我们把这一块折起来，然后把这里翻起来，这边还好，这半拉好变形。接着有一个小细节，要把这个驾驶位吊臂的操作空间往侧面推一点点，幅度不多往这里推就可以了。但是推下来以后呢，再把这个板子翻下来，有一个小的锁扣跟这个地方结合，把这个东西锁定到，也就是说最后组合完了以后，让这个大力神的中间的脑袋的部位更多一些，空间更多一些，让这个吊臂更往边靠一靠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车头和车尾中间的卡扣结合好了。其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吧，为了最后方便合体，我们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把2条胳膊插上了。首先这边的这条我们直接梯形滑进来，滑进来以后它现在是等于这么进去的，我们再把这个驾驶舱锁下来，再把这个肩关节调到正确的角度上，
这个地方就锁得很紧了，拔都拔不开了。然后这一块再双关节折叠回去，让这个地方又把驾驶舱顶住了，它就更加的结实，不会弹开了。另外的一条胳膊梯形的滑槽跟这个凹槽里滑进去，滑进去以后再把这条腿这个脚丫子吧半变形完全收纳回去。所以这个卡扣你想让它解开它都很难解开，因为完完全全这个地方的变形就真的是锁到里边动都动不了了。所以这个的结合以后的结实程度是根本掉不下来的，锁得很死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半拉车头再推回去，拖斗需要的变形也很多。对，榫卯结构依旧是，首先我们先把后边的翻斗部分给它拆开，腾开这里边的卡扣，其实只要撬一下这个扣子就全解开了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撬一下这个扣子，全部的解松。这里的卡扣先不固定吧，我们要解开的，解开一条腿一条腿，还要调整一些细节。因为现在这个拖斗的背后的这一块缠斗部分太长了，在大力神组合成那个小书包没有这么长啊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首先先把这一块翻折下去，腾开横向的滑道空间，把这一片刚刚好跟这个脚底翻回去，再把它打开，顺着这个关节看又没有阻挡了，把这一块滑回去，看清楚意思没有？然后再把它贴合就好了。就看把这一节缩短了，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。我们再看一遍，先放倒，腾空间折前板，再立起来，腾空间折后板，再放倒。现在这个缠斗箱子就变得短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起来，梯形的滑扣，左右的对插，胯这里造型啊，准备好。然后有一个小细节，后裙甲我们刚才锁开了这个裆部的这一层垫领啊，后裙甲这里有一个翻转的关节，我们把这里翻转一个90度，这一步不要忘，这个就是取决于你最后密合的严实不严实了。如果这个小裙甲不这么立起来，你最后可能说密合的没有那么严格啊。好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两条胳膊拆开，完全的卸松掉，然后做一个掏的动作。我们把这一半从胳膊的中间这里嘚儿耷拉下来，让它，然后把这一块抬起来，然后叠这个板，这个卡扣和大胳膊肘的位置进行一个结合，这里要锁定到。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转轴的凹洞，最后利用的是这个地方，把这一块展开，这块立起来，转轴的洞，把它插合，扣到底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小的翻回去，变成这个小驾驶舱。同时这一块旋转一下，转到外侧来，因为最后我们还要利用到这边的这两个凸点作为卡扣。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，我们就开始上大裤衩了。首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吧，这里是一个梯形的宫口，滑槽滑到这个下方去，套合，套进去了，很紧啊，很结实。接着我们把这一块，看到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没有？插进去，把这一块插死了，咬死它。这里先不要管，我们这个时候要把上半身组合起来。
哎，这个秃头先顶进去，这个秃头，这个就好插了。哎，好，进去了。因为胸甲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加固环节。我们来看，跟它们插进去的时候，首先胸口下方这里的一个大卡扣结合，连接到托斗这里，然后上方这里连接到吊钩插合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粗壮的大扣子，插到这个里边。现在本身就已经咬得很死了，等于3个点把这一块就完全锁定了起来。但是还没有完，胳膊腾开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卡槽，看到没有？结合在腰部这里肋叉子下方托斗的驾驶室卡进去。另外一边这个地方下方这里的卡槽，以及刚才我们翻出来那2个凸点插进去。好，挂上，相当于5个点的锁定咬合吧，把这一块结合死。5点咬合完毕了，翻到背面来看，我们需要撩起来吊钩的这个裙甲。吊钩裙甲下方有一个卡扣，再跟托斗的挂箱这里第6点锁定，把这里打开，把这里打开，轮子翻进去，轮子翻进去，往里压，往里压，让这个托斗后边的这个小书包再变得更窄一点，接着就直接往上挂。挂上来以后，这里又有2个点，卡在托斗的后边顶盖上。哎，咬死了！整了一下，这个就掉不下来了，不会散了。然后第9个点的咬合，脖子这里梯形的滑扣，上方的套合。哎，把这里再套住以后呢，这个滑道因为前方这里咬了一点，这里的左右呢还会稍微有一点晃动，不过把脑袋往上一插，这个地方就顶满了，这里也不会左右的滑动了。好，上半身就完成了，然后2条腿的组合就简单了，把这块抠开，梯形的滑槽滑进去，一条腿，另外的一条腿左右打开，这里是一个弓字头，弓字头上下有2个凸点的，左右插入，夹死了。好了，魔方的大力神组合完成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终于完成了。这个组合真的很不容易，你别看它是一个小比例啊，组合起来我觉得就在车型到组合形态的这些转换的过程中，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，因为零件数很多，变形也很麻烦。关键是，尤其像这些地方，上下这2节的咬合中间加了11个卡扣，也就是说，想把这2个完全组合起来，你要卡11个卡扣全卡住了，它才能结合好。2条肩膀这里的一个插损关节，看似是一个 T 型的往里套合，但是在 T 型套合之下呢，它又有很多的榫卯维度来把这个 T 型的盖子加厚，所以它不光是滑进去了，它把那个扣子还给你锁死了。2条腿的组合反而是最简单的，总体来说的合体效果还是挺帅的，而且在整体的这个美型度方面，我觉得做的也是挺有味道的啊。身上的分色处理，分色处理，这就说起来了，这一套最大的槽点啊，让我觉得最不爽、最不满意的地方，你们在镜头里边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？双腿的颜色和上半身的4款成员是有色差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一点真的是太操蛋了。一套6合体的成员，6个半合体吧，
它是一个团队性，它6个成员的颜色都不同，这个色差是非常非常讨厌的。2条腿发黄，身上发绿，但是可能在我这个镜头里边，你们感觉的不是太明显吧？用肉眼看可能看的比较明显一些啊。接着来看其他的，身上的这种美型度以及颜色的分布来说，还是相对比较还原的，也还原个70-80吧。首先不同的地方是在于推土机的这2个履带在动画的设定图里边是2个紫色的，但是这也是个 bug 啊。动画设定图里边合体形态是紫色的，但是单体成员它这履带确实是绿色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动画 bug。然后裤衩的造型基本上和动画里边很相似了，背后这里背的这个书包，这又是一个尴尬的点。书包的颜色设定图里是以紫的，但是脱斗的铲斗确实是一个绿的，这又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 bug 问题啊。所以呢，大力神终究来说，它在设计的过程中是面临着很多纠结的问题、纠结的点的。然后我就发现，魔方的这套大力神其实并不是太像动画里边的样子，它更像哪个呢？是不是更像变形金刚毁灭里边的这个大力神？我们跟这个毁灭的设定图来对比一下，好像就没那么违和了。首先，推土机的2条履带，毁灭里也是绿色的，没错。其次，背后脱斗也是绿色的，不是那个 bug 紫了，也没毛病了。而且整体的美型来说，其实魔方的这一套大力神组合完成以后，我觉得是更壮一点的，或者说更粗一点的，更胖一点的。其实跟G1里边造型的那个大力神出入是有一些的，它更像是毁灭里边变形金刚毁灭游戏 CG 里的这个大力神，这个很接近了。然后还有一种感觉，魔方的这个腿是不是有点短了？我们摆一个正面的造型吧。其实啊，我个人感觉第一次看到魔方的那个试制件的时候啊，灰模版的时候，我有点感觉他的腿有点短，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不知道是大腿短还是小腿短，反正我觉得不是太好看吧。但是我后来拿到实物，我才发现这个光头呀，他精得很，他可能会发现你有这个短的疑惑吧，所以他腿能加长，有一个隐藏的机构啊。看，他从膝盖上方这里可以拉出来一截，在腿内侧这里他做了一个滑道，看到没有？膝盖拉长，这腿就加长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它又不能完全的锁定，因为滑道嘛是可以掉下去的，所以它做了俩卡子，往这儿一插，这个身材比例的美型度我就满意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家伙精不精？但是这个零件是干啥的？这零件是漫画造型的替换件。他先不跟你说，他只说我会带漫画的造型件，但是他没告诉你，漫画的这个造型件可以用来加长腿部，进行一个锁扣，拿把这个当成一个锁子，锁上去以后，大腿加长了，膝盖加长了，瞬间觉得这个身材就符合比例现在这种审美了。而不是像围城那种16:9了。围城的16:9很大一部分的程度其实就出现在腿部，要不就是小腿短了，或者大腿短了。你看围城最早出来通天晓，后来第三方的配件包公司给他加点什么，就加了2个膝盖，不是膝盖吧，胯部的一个增加零件，让他的大腿变长，那个通天晓瞬间就好看了，非常 nice。而这个大力神也是，你想要那个矮的也可以。哎，你如果看不顺眼的，把这俩锁子往上一掐，nice。可以说加上了这2个膝盖的零件以后啊，瞬间这个身材比例我就很满意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色差的问题实在太操蛋。但最后组合完了以后，整体的身形感觉很有味道，
很有味道的。但是还没有完，刚才我们说大力神可以切换动画和漫画两种形态嘛，把前裙甲抠掉，膝盖甲抠掉，膝盖甲抠掉，然后各裙甲撩开，这里的滑槽打开，旋转一下胯部，把这一节扣下来。漫画造型的大腿甲插上，漫画的裙甲，掀下来，还有一张张嘴的替换脸，扣上。虽然说多了一个可选的造型吧，但是其实我个人来说，我不太喜欢这个漫画造型，也算是可有可无吧，毕竟给你做出来了嘛，也是好的嘛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腿部加长以后的动画造型的那个，这样，就大宇宙幻影蓄力的时候，哇，然后挥，挥，挥，咣一拳打出去。怎么有一种新时代天马流星拳的味道？我想起来个事情，记忆动画里边这两条腿，挥，哎，哈哈，这样是不是完美了？哎，就毕竟两条胳膊的这两条腿吧，它是同模具，基本是同模具，所以它组合的位点、卡扣的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像是比较执念于记忆动画造型里边的，这个从正面看两个履带都是紫色的话，自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嘛，从胯部这里的球冠揪下来就好了，揪下来左右兑换一下。只不过你从正面看，履带都是紫的；从背面看，履带都是绿的。这正反面啊，男人的衣柜，海澜之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套魔方大力神最后组合完成的效果了。胸口贴标志的话，它胸口这里边是有一些造型刻画的，然后压了一个透明键上去。如果说贴标志的话，可能会把里边的造型键造型堵一下吧。但是这一块应该是可以贴，因为这个面是平整的一个玻璃面，是明显感觉大力神又比飞天狐进步了很多啊。虽然他依旧用了一个我最讨厌的大后槽合体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不喜欢这种偷懒的配件合体，但可能就是现在的设计能力吧。现在各家第三方能给出最好的解决答案，就是用这种大裤衩增加配件，来增加它最后美型的一个合体的美型整体度吧。但不得不说，这回的脱斗是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一种变形风格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腿部色差，这是一个致命点。大家看过漫画吧？大力神去偷那个自由女神像的时候，在那个纽约那个海面上边走过来走过去的，这两条腿泡的掉色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你偷自由女神像偷时间长了，两条腿泡在海里边时间长了，海水腐蚀了铲车和搅拌机的漆面，掉色了，就那种感觉啊，很难看。还真是啊，博派应该来个组合了。
其实博派的组合人气也很高的嘛。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守护神这套组合，包括小时候也很喜欢什么救护车、消防车这些的。但是现在没有一家守护神我满意，真的，直到现在为止啊。就是说 MT 那个可能是最好看的吧，但是它的设计结构太乱了，有一些卡扣都是做的半成品，它很多地方不合理，而且尤其最后的2条胳膊和整体的胸口的这一块都没有卡扣结合，晃晃荡荡散了吧唧的。其实合体金刚最害怕的就是这些，你不稳定。形魔良品是在 MT 的结构之上改的，他把 MT 的一些不合理的卡扣他给你剪了。 MT 以前呢是只做了，比如说腰部最后结合的那个位置啊，他只做了公卡，他没掏母卡的窟窿，也就是说母卡那地方是一使女儿。这么形容可能有点不太好吧，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也不知道这个使女儿是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你这个卡扣无法结合起来，所以呢形魔在改的时候直接把那个公卡也给你阉了，就把他那个切了，所以一个使女儿配一个太监，他就卡不上了，他就不卡了。这个配色我感觉就是啥呢，他如果我想应该是不是中间间隔的时间太长了的问题，就是工人在铸 B 套和 C 套的料子的时候把 A 套的那个颜色配比忘了，所以在做 B 套和 C 套注塑的时候，它那个色母粒加的那个比例和 A 套的有一点偏差。